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日前访华，是继德国总理舒尔茨之后近1个月访华的第2位欧洲领袖。同一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强势开火。法美乃至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裂缝实际早已难言。尽管欧洲内部对华态度不一，但面对现实，欧洲抛弃对美幻想，重新推进对华关系。上周，美国以所谓安全风险为由禁售华为、中兴等5家中企电信设备，德国就表态称无意效仿。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日前宣布，已通过最终规则，禁止批准进口中国华为和中兴的新电信设备，认为这些设备对其国家安全构成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12月1号批评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恶意打压中国企业。在美国再次恶意打压中企后，德国部分鼓吹减少对华依赖的人借机施压政府跟随美国步伐。德国经济部发言人12月2号则表明，德国无意效仿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制造的产品颁布大范围禁令，但将持续根据个案做出相关决定。但德国内部也存在对华政策的矛盾心态。12月2号，路透社和多家德媒相继披露了一份名为《内部中国政策指南》的机密文件。这份日期为11月24号的文件显示，由绿党掌控的德国经济部试图继续推进所谓减少对华依赖路径，建议联邦政府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部分国家的企业的投资审查，并禁止这些国家的供应商参与德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德国经济部还意图减少对中德合作项目的政治支持，并对有在华业务的德企提出广泛要求，例如定期向联邦政府汇报其业务。目前该文件尚未正式发布，且未在绿党和政府内部达成一致，但已受到来自德国各界的不少批评。有消息称，早在9月份，化工巨头巴斯夫、德意志银行和西门子等德企高管曾致电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了对该计划的反对。德国自民党籍经济专家霍本则向《每日经报》表示，不应该轻易给对华关系定性。他说，即便有人说中国是德国的体制性竞争对手，但改变不了我们在贸易政策方面紧密相连的事实，且考虑到生产链的问题，想要一夜之间改变对华战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依赖也是这个相互的也不存在德国对中国的一方面的依赖这个相互的合作经济的全球化才有利于德国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德国呢，它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这样一个国家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全球的经济规则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德国的经济繁荣。而在经济部文件遭曝光之前不久，德国外交部也为联邦政府新一版对华战略起草了自己的文件，两份文件内容雷同。外界注意到，经济部长哈贝克与外长贝尔伯克正在争夺下届联邦选举中绿党首席候选人。曾担任知名智库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负责人的桑德施奈德批评文件脱离现实，表示这2位绿党政治家正试图在对华强硬问题上超越对方，谁批评中国就会在国内政坛获得掌声。仔细看的话，这是意识形态驱动的无能的中国政策。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需要的话，总理府必须确保这样的粗暴想法不会决定德国政府未来的中国战略。绿党的意识形态呢，应该说跟德国的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是有差别的应该注意到呢绿党它毕竟代表了德国呢只有大概20%不到20%这样一部分的选民的人数所以说绿党的政策呢显然是不能够代表德国整体的民意或者是对华政策。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大臣米奇·阿德里安森斯2号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表态称，荷兰与中国的关系仍然非常积极，荷方承诺不会过度限制对华出口。《金融时报》在报道中称，荷兰进口的11%来自中国，仅次于德国。近来，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制裁多次升级，并试图说服荷兰和日本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荷兰拥有阿斯麦和 ASM 国际这2家全球领先半导体设备公司。据报道，美国对华芯片限制已对荷兰工业造成打击。ASM 国际本周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约40%的营收将受到影响。阿德里安森斯对此则回应称，荷兰和欧洲应该有自己的战略。
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下，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包括中德关系在内的中欧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俄乌冲突的爆发使欧洲陷入能源危机，加上美联储加息的外溢效应，欧洲的民生和经济陷入困境。美国一方面怂恿欧洲停止使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一方面向欧洲卖高价天然气。去年9月，美英还秘密与澳洲签约，撬走了法国向澳洲出售潜艇的巨额生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刚结束的展现传统友谊的访美之旅中，就因为美方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在美欧之间制造了巨大分歧，导致西方分裂，阻碍跨大西洋投资，而当面向拜登讨公道。拜登则在会谈中允诺法案细节可做调整，以回应欧盟关切。谁料话音刚落，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直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拜登政府没有推动通胀削减法案进行修改的计划。香港明报社论讽刺称，真金白银面前亲兄弟亦无情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美国口口声声说欧洲是重要盟友，实则把欧洲当成挡灾救火的接盘侠。通胀削减法案这个法案呢，完全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的的确确呢，很多欧洲人呢已经看透了美国至少美国是不可靠的。怎么样去做？我想呢，欧洲内部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欧洲看清美国真面目，在对华关系上逐渐展开战略自主动作。首先是11月初，德国总理舒尔茨成为中共20大闭幕后首位来华访问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舒尔茨在访华期间表示，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德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应有作用。随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荷兰首相吕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紧接着，12月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期间他指出，欧盟希望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深化欧中各领域互利合作。西班牙公众日报网站12月1号评论称，米歇尔的访问是欧盟在美国的注视下靠近中国。2020年，在欧盟和美国经历关税战的最糟糕的时刻之际，中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向布鲁塞尔施加压力，以使其与白宫的立场保持一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种压力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正在加倍。英国金融时报称，欧盟正在中美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工作。与此同时，在谋求战略自主权的深层动机驱使下，欧盟希望摆脱美国的监护，以捍卫自己的利益。